湖南是一名厨师。女嘉宾赵女士30岁，同样来自湖南无业。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宝宝多大了？宝宝现在有8个月了。男宝女宝啊？男孩子。这个小片里面说干过8年大排档是吧？对。现在还干吗？现在不干了。大排档是谁干？你干什么？我看你资料里是厨师。两个人干，就我跟我老婆2个人。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他不想干大排档了，然后我们就没办法，我就没做了。大排档开了8年是吧？是的。你们谈恋爱也谈了8年是吧？对。为什么8年才结婚呢？因为我家里一直条件不好。哦。他家里条件挺好的，有一栋大房子。他父母想招我做那个上门女婿。哦。但是我家里也就我一个独生子。然后我自己也挺不愿意去做那个上门女婿的。啊。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多赚点钱，然后再去娶她，所以就拖了这么久时间。哦，那现在是你上了门还是你娶了她？我娶了她。不是挺好吗？现在就是之前我们8年苦日子的时候都过得挺幸福的，然后现在条件好了，反而那个矛盾就特别多了。哦。她从怀孕以后压根就没做过事了，从怀孕以后就在家里面待产，然后我那个大排档也做不了了。为什么你就做不了了呢？因为我是专门负责炒菜，然后她要去招呼客人呐，然后每天要去买菜，换别人的话做不了。然后你那个大排档的名字叫没她不行，是吗？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反正请别人的话就等于从她怀孕开始，这个大排档就不开了，就没开了。然后他表哥在湘潭那边开了一家挺大的那个饭店，后面要扩大经营的那个面积啊。然后他就跟他那个表哥商量，就非得逼着我跟他的那个表哥一起入股啊。然后我也没辙，我就拿出了20万块钱，就投资进去了，入股了。对，我反正就感觉现在我投进去的那个钱，我的股份加我的工资的话，都不是我以前做大排档能够比拟的那种。不，什么叫你的股份加你的工资？你跟我说说。我投资进去了嘛，然后我自己又在里面打工做厨师啊，每个月的那个股份那个分红跟那个工资加到一起，还不如我以前做大排档的1半收入那么多。然后我就感觉我现在，我明白了，就是我既是股东又是厨师，对，我拿2份工资，不如我过去干大排档挣得多。对，所以你不想干了，我就不想干了。哦，然后他现在不但不做事儿，挺爱花钱的。我花什么钱？你说你之前一直是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对吧？我自己上班的时候是包食宿的，他就非得跑过来跟我一起住，然后我就没办法，又得花大几百块钱1个月去租一个房子。不，那人家想跟你在一起不是好事儿吗？你现在可以跟我妈妈住在一起的话，她还可以照顾你嘛，可以多炖点汤啊，什么东西给你补一下嘛，然后我也不用花这个冤枉钱去租那个房子嘛。你跟他说你为什么让他租房子？我就想我们2个人住在一起，我跟他妈妈2个人性格有一点合不来。哦，你看看，他特爱花钱，现在乱花钱，不开火，每天基本上都是点外卖。我现在每天回家看到那个外卖的那个包装，我就挺来火的。孩子过去了吗？过去了，我跟孩子住在一起，跟他。哦，那确实带一个孩子，那你确实没时间做饭呀。我就说想把孩子送回家给我妈带，她也不愿意。现在自己又不做事，花钱倒是蛮会花，老是买那个化妆品啊、衣服啊什么东西买一堆。他现在花钱大手大脚到什么程度？可以花个1000多块钱买一个床垫。我们现在本来就是租的房子，我们不可能住一辈子吧？到时候搬走这个床垫也不能搬走是吧？这又是浪费，我感觉。那他睡哪儿呢？不买床垫？睡那个木板床啊，然后上面铺一点被褥啊，也睡得挺好的。为什么现在就那么讲究呢？我宝宝出生了，我想要他睡得舒服一点。你上班那么辛苦，你自己回来也舒服一点不？我现在就是，我想让他把小孩送到家里面去给我妈妈带，然后我感觉我妈妈照顾小孩的话，肯定照顾得比他好。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妈妈是过来人呢，把我都养得这么壮，然后他就不同意，他总认为他自己可以把孩子照顾好，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小孩才多大？才8个月大啊，已经进了3次医院了，又是输液，然后又是吃药，这又是一笔开销。你的意思是你儿子要跟你妈在一起是不会生病的，是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认为老人照顾小孩应该照顾得好一些。哦，原来是这么个逻辑，啊，你是打算带孩子带到多大，然后重新工作？上幼儿园。上幼儿园，你上幼儿园又得带到2、3岁，这个2、3年不又浪费了吗？怎么浪费了呢？我做大排档的时候，一年做得好的时候，一年我可以挣个20多万。那我们这个3年，我不就浪费了60、70万吗？你是这么算账的哈？所以今天你来的目的是？我是想把小孩送回家里面给我妈妈带嘛，然后自己就可以抽出时间来跟我一起做大排档，多赚点钱嘛。哦，希望他跟你上班，把孩子送回去。对，我是这么想的。那你雇个人行不行？不行。为啥？因为确实，你像收钱这个方面啊，我怕别人贪污。挺精明的。然后我现在就是特别想找到我自己的银行卡，为什么呢？你的卡呢？我的卡被他藏起来了，我在家里面翻遍了我都没翻到。我挣的钱我反正交给他就看不到了，就是说存下来的钱存了多少我都不知道啊。然后我跟他表哥商量，我说可不可以我重新办一张银行卡，然后打到我那张银行卡上面。他哥也不同意，他说我妹妹都没同意，我不会这样做。然后我就感觉他们2个是不是串通一气的？哦，所以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要钱来了哈。我是感觉他必须得跟我一起出去赚钱。他要不去呢？他要不去也得去。那你不讲道理啊，不去也得去，就得听你的呗。孩子谁管啊？你去赚钱的话，你可以把小孩丢给我妈妈带嘛。我把我小孩给我妈妈带还是没错吧？咋没错呢？他马上要爬，然后就是说话。对啊。结果他学会的第一个词，妈妈。不是，奶奶。我觉得第一句话叫奶奶也没什么不好的。你在看他的时候，他变化已经很大了。你是挣了很多钱，有用吗？我也天天守着他。小孩带在身边的话，他每走的一步，我自己。你离不开儿子，对不对？你希望看着儿子每一天的变化。对。问题是你现在自己你带小孩，你都根本照顾不好，小孩老是生病，老是生病。为什么你不带呢？我要工作呀，我要赚钱呢。你24小时工作吗？一天一个班8个小时啊，我就感觉挺累。那你没瘦吗？吃的好吗？他生完小孩以后，其实我们2个是分开睡的。我一直都是睡客厅，因为我打呼噜的声音比较大，我就怕影响到小孩休息。但是他就非得拉着我一起陪着小孩睡，就弄得我现在白天上班挺辛苦的，回到家里面晚上也睡不着一个整觉，我就感觉特别崩溃，特别憋屈啊。哎，你妈妈什么意见啊？我妈妈她肯定也想孙子嘛。啊，你家里什么意见？我家里，他家里估计也就跟他那个想法一样，想让我跟他还是不管入不入赘，还是住到他们家里去。住他们家怎么了呢？我是个男人，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来让我自己的老婆跟孩子生活的好一点嘛。没人不让你努力啊。反正我就感觉憋屈。好，那你怎么就不憋屈了？把孩子送给你妈。对。你们俩重拾大排档。对。我现在最在意的、最窝囊的一点，其实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这个钱投资在他表哥这个饭店里面，我简直就是浪费。你现在20万大概1年的年收益有多少？15%有吗？有。那你这20万你想干嘛？我想去养只小龙虾，我不愿意跟他表哥一起弄了。哦。最辛苦的事是我做，然后分红的时候分的钱是最少的，工资也是最少的。他表哥每天就是做甩手掌柜。小龙虾你又没经验，你让他去干吗？而且有风险。那什么事儿没风险呢？他就怕得罪他家表哥。我自己做大排档的话，我大大小小也是个老板。对，别人买单也是老板买单，是吧？最起码也会这样说一句。他这些想法你能理解吗？不能理解。哪儿不能理解？以前做大排档，我跟着他起早贪黑的，现在带小孩带大一点，他这都不愿意。你觉得他不理解你是吧？对，带小孩真的挺辛苦的。啊，行了，
夫妻俩开始顶牛了啊，咋办呢？解药在哪儿呢？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能共苦不能同甘呢？就是这个节点在哪儿？这个节点就在于孩子出生了，然后分歧在哪儿？分歧在于两个人养育孩子的这个观点上有分歧。女孩，我非常理解她，她一直觉得孩子要养在身边，带在身边。她刚才说到一点，说买这个床垫是为什么？她想到的是说，你在外面工作辛苦，为了让你睡得舒服一点，为了让孩子舒服一点，所以可能他是花钱大手大脚，但是你要看他这些钱花在的地方用途是什么，用意是什么。你不能一味的去磨灭他所有的事情，你从始至终没有好好倾听你妻子的心声。你随口一句，你去跟我妈住啊，就不用花钱了。你知道当丈夫不在的时候，婆媳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尴尬和难处理吗？你觉得带孩子很容易，你自己带一天孩子试一试，我看你怎么中午把饭做出来。7个月、8个月的时候，孩子正要开始乱动爬的时候，你进厨房开火，你回头孩子就掉下床了。所以你从来没有站在妻子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你想的一味就是赚钱，赚钱。赚钱也就为了他们嘛。为了孩子好是吧？对。可是你错过了最应该陪伴孩子的这几年，而且再换句话说，把孩子丢给你妈妈，你想没想过你妈妈带孩子辛苦啊？当他学走路的时候，老人的腰不好腿不好，要跟着他跚跚学步啊。但是他挺想孙子的。想孙子，你们可以一起带着孙子回去看妈妈，丢给妈妈带，所有的压力和所有的累都让妈妈去承担。妻子有可能也是考虑到婆婆这样的辛苦，因为她自己带孩子，她自己太清楚带孩子有多么辛苦了，对不对？对，而且我婆婆身体也不好。你看，儿媳妇儿都知道，你这个当儿子的不知道，所以你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翻回来说，女孩，如果你决定要让这个男人帮你这3年2年撑起这个家的一片天，那就放心去支持他，相信他。不能用藏起银行卡或者制止他退出股份这样的行为来去阻挡他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夫妻是协同合作的关系，你主外的同时也能照顾到家，你主内同时也能考虑到他，这样才是夫妻正常的一个关系，也是奔着幸福的方向走的，对吧？谢谢。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矛盾，就好比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得病了。我们想根结在哪儿？我在想你们之间的事情，根结无外乎就是一个，互相拿着对方最看重的东西来要挟，来讲条件。你最看重什么呢？现阶段你最看重的是事业，你是想做一份自己觉得有前途并且有把握去做的事业。对。现在你的事业话语权不在你这儿，对，在老婆这儿，她不支持，怎么说也说不通。所以你想出了以下种种理由：乱花钱，不会看孩子，要让自己的母亲带。其实这都是表面的借口。对方干涉了你的事业，你就要拿他最看重的东西来做要挟。妈妈想在家里头看孩子，你非得要拽出来跟我一起做事业。而之所以男方这么做，是因为女孩呢想做妈妈，又想能够看住自己老公。哎，你去打工吧，钱又在我这儿，安全，表哥又是自己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公自己追求事业，你可能希望破灭了，你伤害了，所以呢，老公就换回来伤害你。你不想做妈妈吗？不行，你不会看孩子，乱花钱，所有的问题吵架都是借口。我们不妨交心吧。你也知道，你想做妈妈，她不让你做的难受劲儿，就如同她想去做一份事业，你不让做一样吗？所以，不要互相伤害了，互相让一步，让她做妈妈，做她自己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同样让她去做事业。她如果跟表哥合作起来不愉快，那一定要分开，否则会伤害自己的亲情的，弄得你跟表哥兄妹之间的关系都不好做。想做什么让他去，给他最大的支持，好吗？就这样。
在这种男人的心目当中，他认为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就是养儿子，但只出钱不出力。我出钱，我就认为我已经负责任了。你不就这意思吗？你晚上你也没带孩子吗？你认为我挣钱已经够辛苦的了，我扔几个钱就可以了，出力的事儿让女人们去干。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如果说你指责他现在天天花钱花得太厉害，那8年，一个家庭条件上好的一个漂亮女人跟着你起早贪黑干了8年大排档，用你这点钱买个床垫还一起睡，该不该？该。好，过了8年之后有了孩子，因此才没有做大排档，突然之间闲了下来。那个时候即便你有20万，你也找不到投资的方向或者小龙虾。在那个时候其实表哥的饭店投资是上之选。这会儿你投进去了，你说你要筹资你就筹资啊？你说我现在找到了项目，我要干别的去，我就干别的去吗？你不能说用完了别人想甩你就甩，虽然可能在那是受了一点委屈。所以我说这些话你明白吧？第一，当爹养儿子不是只扔钱，还得出力，还得花心思。第二，不管你是想挣钱想成就一番事业都可以理解，但问题最关键的在于你对周围的人，对老婆有没有感恩之心？你说对吧？对。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其实女生特别能够理解你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想法。但是关于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你是应该由你去跟你的表哥去沟通的。他跟你表哥再这么弄下去会越弄越僵，你应该主动去缓解这一些。如果你可以把钱抽出来让他去做他的小龙虾，如果他也能够在顾及事业之余对你和孩子多花点心思，那岂不是两全其美？你说呢？对。所以说两个人互相看在过去8年彼此之间磨合的情分上，看着日子即将越过越好的情况下，各自担起自己的责任。家庭生活当中的确要分工明确，一个挣钱，一个养家，但是也不能分工太明确。如果分工太明确的话，彼此之间只有职能，却没有感情，好吗？嘴烈，还憋屈不？听老师们这么说的话，我就感觉自己确实是那么回事。嘿嘿嘿，很简单了，你要干嘛你去干，只要你夫人相信你，剩下的事儿不就好办了吗？别再犯那个轴了。提醒你啊，儿子好好带，错过一天就是一天，因为现在的小孩长得太快了，5、6岁的时候基本就愿意脱离你了。过去老觉得怎么也得到10几岁才能那个吧，现在到5、6岁的时候已经开始，那个心呀、那个野呀、那个飞呀，你就发现已经有点抓不住了。明白我说那个意思吗？明白。所以别较那个劲，自己带孩子是对的，这个你要支持他，好不好？好了，剩下的事交给你们吧。老婆，咱们8年的苦日子也过来了，现在我就想自己去创一份自己的业。刚刚我听老师们说了，我也反思过了，可以那个20万我不撤出来，然后但是我必须得去创自己的业，也希望你能够相信我，继续相信我，继续支持我，然后我也会跟你一起共同把我们的小孩抚养长大。我相信你，只是你平时的时候也要多帮我带一下孩子。以后我会的，以后不会再让咱们家小孩发烧感冒生病了。这发烧感冒生病真由不得你，因为照顾的越细致反而越容易病，你这说不清楚小孩。行，有这觉悟就好啊，回去吧啊。来，请关门。来吧，请开门。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真的太久
种心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谢谢你们啊！谢谢老师，好好养儿子，真创业，祝你创业成功！谢谢你们，请回。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